与丈夫结婚5年后，因不能怀孕被冷暴力，老公甚至明目张胆地带着怀孕的小三回家养胎，小三还挑衅地送我送子观音。我本以为无法怀孕是我的问题，但没想到不育的人却是我老公。那这么说来，小三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木仪，苏洛她怀了我的孩子，我要给她一个交代。当我听到这句话时，心猛地一沉，一个没稳住，手中的咖啡就打翻在地上，杯子摔得粉碎。我老公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把我绿了。我僵硬地转过头去看周晨，似乎觉得这是一个玩笑。可下一刻，一个女人就走了进来，苏洛在周晨身后出现，还有另一个人帮他拿着行李，堂而皇之地进了我们家的门。我感觉脑海里顿时一道晴天霹雳。周晨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盯着眼前这个我陪伴了多年的人，咬着牙问他。周晨沉默了一下，看向苏洛。苏洛她怀了我的孩子，我应该给她一个家，所以我希望你也能理解。苏洛闻言，眼神中带着一丝挑衅，然后走过来，亲切地拉着我的手。木仪姐，这是我特意为你挑选的礼物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他递过来一个盒子，里面躺着一尊送子观音玉石。木仪姐，我听说你一直想要个孩子，可是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动静，所以我特意去庙里求了这尊观音，希望你能早得贵子。我冷笑一声，猛地把盒子打翻在地上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明目张胆地做了小三，还来嘲笑我。见我生气，苏洛马上就换了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委屈地向我道歉。木仪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和阿晨都结婚这么久了，还一直没有孩子，所以就想着。他走到周晨身边，挽住他的胳膊。如果木仪姐不喜欢我的话，那我还是住在外面吧。看着他这副白莲花的样子，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站起身就甩了他一巴掌。我指着他的鼻子骂道：你既然知道我不喜欢你，还在这里站着干嘛？赶紧滚出去！苏洛被我打懵了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木仪，你在干什么？周晨一把捏住我的手腕，狠狠地瞪着我。你为什么要打苏洛？我看着那份贵重的礼物，冷哼一声。为什么？他嘲笑我是只不下蛋的母鸡。难道我还要因为她怀了你的孩子而感恩戴德不成？这个女人当着你的面就敢阴阳我，心思如此歹毒，你还要把她留在家里？周晨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。你本来就一直没怀上孩子，苏洛也是一片好心，我刚刚可没听见他说你任何的坏话。一脚踢开那个礼盒，我拿起包摔门而去。我知道苏洛，她原本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模特，家道中落后，被人欺凌，之后才淡出大众的视野。但我没想到，她和周晨搅到了一起。我与周晨结婚5年了，周家人因为我生不出孩子都看不起我，但我觉得只要周晨在我身边，一切就都值得。他曾经对我说，他将来一定要挣很多很多钱，让我过上好日子。上岸第一件，先斩意中人，这句话说的就是他吧。我陪他从籍籍无名一路走到现在，开了公司，过上了好日子。那些夜里相互取暖的感动，那些对我许下的山盟海誓，一字一句都还在耳边回响。如今周晨却和别人有了孩子，竟然还光明正大地带到我面前。回想起曾经，我不禁露出一丝苦笑。我真的不明白，人心为什么可以变得这么快。那天后，周晨就带着苏洛住进了我们家，我的生活
顿时变得一团乱麻。回想起新婚之夜，周晨抱着我，温柔在我耳边说：“木仪，我今生只爱你。”然而，带着小三住进家里，这就是他爱我的表现。我不甘心，质问周晨：“你说过今生只爱我一个人的。”他明显有些不耐烦：“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无理取闹？”我不禁气急：“是我无理取闹？我没有说要抛弃你，我也只有你一个妻子。苏洛只是住进我们家，你的生活还和原来一样。”周晨看起来有些暴躁，我差点笑出声。这是什么鬼逻辑？他想想其人之福，老娘还不奉陪了，离婚吧！我懒得再和他争辩，看向他的眼神平淡如水。周晨听到这句话，顿时就朝我大吼，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事一样。你现在出去看看，这个圈子里哪对夫妻不是经历风波的？谁家的妻子不宽容丈夫？是你生不出孩子，你凭什么还这么任性？你这种小肚鸡肠的女人，跟我离婚了，你觉得谁还会人要你？听着他的混账话，我扬起手就给了周晨一巴掌。你他妈的敢打老子！周晨的吼声大到让我耳膜颤抖，没理会他，我径直离开。这晚我喝了很多酒，又淋了雨，发了高烧。我躺在病床上，想着从前的那些事。周晨之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对我可以说是百依百顺，愿意为我付出一切。那时的我真的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没有孩子也没关系。可现在，就是因为我生不出孩子，他不要我了，我顿时觉得无比讽刺。木仪，你没事吧？周晨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医院，坐在我的床边，他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我盯着医院雪白的天花板，正眼都没给他一个。周晨深吸一口气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期待。木仪，把你名下的公司股份转让给我吧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甚至一度怀疑是自己听错了。周晨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那是我的东西。什么你的东西？那是我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。周晨见我不同意，也不再继续伪装下去。滚！要我交出股份？不可能。木仪，我今天不是过来和你吵架的。周晨脸色阴沉，你以前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，现在怎么变得跟个怨妇一样？我善解人意，就该把属于我的东西让出来，拿给你和小三。我反问他，他不是小三。我准备公开和苏洛的恋情了。我如遭雷击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自己想清楚吧。周晨避开我的视线，转身离开。这一刻，我彻底心死了。我极力压制着心中的难过，走进卫生间，看着镜子里那个面容憔悴的自己，下定了决心。我请了律师，准备打离婚官司。我对律师说，争取到的财产不公平也无所谓，我只想快点离婚。从那以后，我和周晨就没再见过面。周晨没来，苏洛倒是来医院找我了。他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，完全看不出有任何道歉的意思。木仪姐，之前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，希望你原谅我。我在心中冷笑，这种货色，他眼睛一动我都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如果你是来炫耀的，那你可以滚了。苏洛笑了笑，伸出他的手在我面前晃了晃，故意显摆他手指上的戒指。木仪姐，你看这枚戒指好看吗？这是阿晨送我的。那枚戒指是周晨以前送我的，他说他现在只能给我这个戒指，以后一定会给我换更大更好的。他说我值得最好的东西，让我无论何时都要好好爱自己。我闭上眼睛，努力遏制着泪水，把戒指还给我。哦，你想要回去，可惜呀，阿晨已经把它送给我了，而且我也很喜欢呢。
那是我的东西，你没有资格拿走它，是吗？那我把它扔了，怎么样？你要就来捡啊！苏洛说着，把戒指从手指上摘下来，扔进了垃圾桶里。我毫不犹豫地翻下床，爬到垃圾桶旁，伸手去捡戒指。哎呀，木姨姐，你怎么可以翻垃圾呢？你给我滚远点！苏洛却假装慌乱，向我示弱道：木姨姐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当初真的不知道阿晨已经结婚了，尽管我知道他是在故意激怒我，但这枚戒指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我实在是压制不住心中的火，站起身推了他一把：死绿茶，别在我面前演戏！突然，病房的门被打开了。木姨，你在干什么？苏洛看到周晨来了，眼泪瞬间就掉下来了，哭得梨花带雨，好不委屈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这演技不去当演员可惜了。阿晨，我好心来看木姨姐。他看到我手上的戒指以后，就硬拉着我把戒指扯下来扔掉了。我害怕伤到孩子，不敢和他争，就是可惜了你刚送我的戒指。周晨轻拍着苏洛的后背安慰：别怕，我来了，我不会让他伤害你的。说完，周晨转头看向我，眼中满是失望。木姨，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么恶毒的女人。呵，周晨还真是会颠倒黑白，明明是他出轨，明明是他带着苏洛闯进我们的生活，现在却说我恶毒。成婚多年，周晨只留给我一句泼妇，便搂着苏洛离开了。我不禁冷笑，他现在只看得到我是一个争风吃醋的前妻，却忘记了如今他取得的成功也有我的一半。我对他最后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，那枚戒指也被我丢到厕所，冲进了下水道。离婚冷静期一过，我和周晨立马就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。周晨迫不及待地公布了他和苏洛的恋情，他对苏洛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，就连订婚派对都筹备得十分奢华。在他们订婚的前的几天，苏洛来见过我一面。木姨姐，其实我很早就见过你了，如果你只是来说这个的，那你现在可以滚了。我丝毫不给他留面子，和这种白莲花说一句话，我都觉得无比恶心。苏洛不生气，自顾自地说了起来：那时候我在一个摄影展上看到了你，当时你站在一幅照片前，欣赏着那幅照片，周晨就在一旁为你拍照，他看你的眼神是那么专注，当时我就想，他一定是个很好的男人。后来我主动靠近周晨，知道你不能生孩子，我就想为他生个孩子，可无论我怎么努力，就是怀不上。苏洛说得洋洋得意，而我却如坠冰窟。最后我只能另想办法，让别人帮我怀上了孩子。周晨知道我怀孕了，就急忙把我接回周家。周晨很喜欢孩子，可结婚后，我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，我甚至一度怀疑是我的问题。期间我尝试过无数种办法，中药、西药、偏方，还是怀不上。周家人让我领养一个孩子，我不肯。我想要我的孩子是我和周晨血脉的延续，而不是只是需要一个孩子。他们暗地里说我自私，不体谅周晨，这一切我都能忍受，因为我爱周晨，我对他更好。我希望爱可以弥补我们之间的遗憾，可现在我才知道，周晨竟然才是根源。但是已至此，我也算是看清了周晨。既然他们两个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那我也不想再介入他们的因果。为了离他们远一点，我去了一个海边小镇，在那里租了间屋子，让自己尽快从这段失败的关系中走出来。每天清晨，海浪拍打岸边礁石的声音让我觉得无比惬意。我还开了一间摄影工作室，后来由于生意越来越好，我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，
所以就想着招聘一个助手来帮忙。告示贴出去的半天时间里，就有人前来应聘。推开工作室门的男人穿着简约的衬衫，看起来精致又优雅，一双深邃的眼睛很是好看，我不由得看入了迷。回过神来，我告诉他，我的生意很小，月薪不会很高。他不以为然，微笑着说，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钱，而是因为我很喜欢你的作品。见我面露疑惑，他凑近我，轻声道，你还记不记得大学时的沈少恒？这个名字我感到一阵耳熟，突然想起在我大学时商学院有一个很出色的学长，他的名字就叫沈少恒，现在是一个著名的投资家。年少时的沈少恒就很有魅力，如今更是添了几分成熟男人的韵味。我不知道这样优秀的人为何会出现在我的工作室里，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记得我。沈少恒见我面露迷茫，轻笑一声，看来我没有这么出名，那便重新认识一下吧。他开始向我介绍自己，说自己目前单身，无妻无儿，有一家自己的公司，问我是否愿意考虑一下他。他说话的神情和举止都十分优雅，让人很难不喜欢他。我知道他肯定是在和我开玩笑。我刚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也不敢再轻易开始新的恋情。沈少恒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，再次道，不知道穆小姐是否考虑录用我。沈少恒看向我的眼神坦荡，既然他说他欣赏我的才华，那我就雇他。沈少恒在我的店里干活很卖力，几乎帮我处理了所有我解决不了的麻烦，还帮我的工作室招揽来许多客人。有不少胆大的顾客问他是否单身，沈少恒总是微笑着说，抱歉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客人打趣地问沈少恒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，他就看着我，一字一句道，我喜欢独立自主、有才华、开摄影工作室的女人。我一直在等他开窍，这番直白的话让我的心砰砰直跳。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吧。我终于鼓起勇气邀请沈少恒。我们坐在海边的一家咖啡馆里，海风轻拂过发梢，十分惬意。问服务员点了一杯拿铁，我轻轻抿了一口，咖啡苦涩的味道在舌尖蔓延，让藏在心里的那些话有了出口。我曾经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我知道。我看着他，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，你知道，那你还说喜欢我？沈少恒收起脸上一直带着的微笑，一脸认真地看着我说，我相信每个人都值得被爱，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，一次失败的尝试不算什么，所以我想给你一个新的开始。他的声音不大，却掷地有声，让我的心脏砰砰直跳。今晚的月色很美，沈少恒的眼睛就像是大海一样，深邃而又神秘，诱惑着人不断向他靠近。我们又去了酒吧，我喝了一点红酒，借着酒意，轻轻吻了一下沈少恒的脸颊。沈少恒突然捧住我的脸，轻声道，接吻可不是这样亲的。他的嘴唇很柔软，吻得很细腻，好像我是什么易碎的瓷器。他的舌头轻抚过我嘴唇的每一个角落，随后轻轻撬开我的背齿，呼吸也在此刻与我交融。我想要推开他，可是他却不容拒绝地搂住了我的腰。他的吻越来越温柔，我被他的温柔吸引，沉浸在他汹涌的爱意中，直到我几乎喘不过气，他才轻轻地放开了我。我靠在他的怀里，感受着他的温暖和安全感，轻声呼喊着他的名字，沈少恒，沈少恒，沈少恒。这个名字仿佛很久之前就有人在梦里喊过。我大学的时候，曾在一个雨夜在马路上拉回了一个醉酒的男生，当时他差一点就被车撞了。
我给他找了遮雨的地方，帮他联系了他朋友。后来他朋友来接他走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他叫沈少恒。原来我们之间的缘分从那时候就开始了。早晨我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小屋里，宿醉后的不适感让我有些痛苦，我不由得支起手扶住晕眩的脑袋。沈少恒正在厨房里熬粥，他见我起来了，连忙放下手里的碗，快步走过来，轻轻帮我揉着额角。我看着他忙前忙后的样子，心里暖暖的。粥熬好后，他端起碗，用勺子舀了一勺粥，吹了吹才送到我嘴边。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有点不好意思。我自己来吧。沈少恒坚持喂我喝粥。你昨天喝醉了，现在还不舒服，我喂你。我无法拒绝他的好意，只好张嘴咽下他喂过来的粥。粥熬得很好，稠度刚刚好，米粒香甜软糯，入口即化，让人食欲大增。我不由得多吃了几口。沈少恒见我吃得香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我看着他，认真道：沈少恒，我不想再像从前那样围着一个人转了，我想为自己而活。沈少恒看着我，眼神温柔的像是要滴出水来。他俯身在我额头上轻轻一吻。好，我陪你。从那以后，沈少恒就搬到了我的小屋附近，他对我更加体贴入微，每天早上都会为我准备早餐，然后陪我出去散步，甚至和我在一起规划未来。有时候他也会给我拍照，他每次都不吝于给我夸奖和鼓励，让我再笑得开心一些。就这样，他陪着我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又美好的时光。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年底，我决定留在这个小镇过年。沈少恒也留了下来，他说他的心上人在这儿，所以家也在这儿。正当沈少恒为我端饺子过来时，我忍不住当着他的面哭了。想起过去为了追求幸福，我做了许多努力，经历了许多挑战，最后却差点失去希望。是沈少恒的出现，才见我从绝望的泥沼中拉了出来。他将手搭在我的手上，温暖的感觉从手上传递到心间。我知道，我在这世上不再孤单，我找到了真正的归宿。海边的灯塔很美，你要不要陪我去看看？沈少恒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我们意外地在灯塔下遇到了周晨，他看到我之后急匆匆地走过来，却又什么话都没有说，只是眼神复杂地看着沈少恒。我让沈少恒先回车里。许久，周晨才喊了我一声木姨。我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等待他的下文。如果你有困难，随时都可以来找我。周晨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波澜起伏，就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。不，还没有结束。周晨的声音有些嘶哑，他朝我走近一步，眼神深情。木姨，只要我心里还有你，我们就不算结束。我皱了皱眉。周晨，你不要再纠缠我了，你让我感到恶心。木姨，我不懂，我们曾经拥有过那么多美好的回忆，我们曾经那么幸福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为什么？我冷眼看着他，觉得一阵好笑。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这个男人这么不要脸？周晨，你觉得我会一直等你？你觉得我离不开你？当你为了那个小三把我抛弃的时候，我们之间就已经结束了。在车里等了许久，回来找我的沈少恒上前一步，牵着我的手，看着周晨道：木姨现在有我，你不懂得珍惜，自会有人珍惜他。看到我们交握的手，周晨眼中闪过一丝暴力的情绪，随即又隐去。木姨，他就是你拒绝我的理由，你自己从哪来的就回哪去吧，我们已经在一起了，我现在过得很好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要走，
周晨还是不死心，在我身后大声喊着：为什么你会这么快就爱上了别人？为什么你不能回到我身边？我知道，我走后，周晨一定很后悔，因为我们在一起多年，他的生活里全是我的痕迹。他穿的每一件衣服，戴的每一块手表，都是我精心挑选的。他吃的每一餐，都是我按照最科学的饮食搭配做的。如今我离开了他，他的戒断反应一定很难受吧？而这一切都已经与我无关了，我也不想去报复谁，只想让他从此消失在我的生命里。沈少恒，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，如果我喜欢一个人，我就会一心一意地对那个人好，但是我绝对不能容忍背叛。沈少恒握紧我的手，温柔地说：我知道，我也一样，木仪，我理解你的感受。后来沈少恒告诉我，在我大学毕业那一年，他曾经向我表白过，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，信中表达了他对我的心意，可他还没来得及把信给我，就收到了我和周晨订婚的消息。随后他就收到了国外学校的录取通知书，心灰意冷的他决定出国读书。他回国后也一直关注着我，见我和周晨生活的幸福，便决定不再来打扰我。没想到周晨居然出轨，还和我离婚了。他说他很心疼我，当时的我一定很无助。等他打听到我的消息后，就立马来找了我，然后有了推开我工作室门的一幕。说完这一切，沈少恒突然专注地看着我：木仪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抬头看着他，他的漂亮的眼睛里倒映着一个小小的我，好像他的世界里只有我一个。随后我看着那个小人点了点头。深夜，我的小屋突然停电，室内没有空调，热得我无法睡着。我叹了口气，穿上拖鞋走到客厅，想打开门透透气。就在我打开门的瞬间，一个人影从暗处朝我一步步走了过来，那无比熟悉的身影是周晨。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警惕地问：周晨，你想干什么？他没有回答我，而是继续向我逼近。你再过来，我就报警了。我立刻拿起手机，佯装要打电话的样子。周晨的脚步停顿了一下，但他并没有后退，而是继续朝我走近。我不断后退，直到后背贴上了冰冷的墙壁，我无路可退了。周晨把我堵在他和墙壁之间，他用高挺的鼻子摩擦着我的脸颊，我闻到他身上浓郁的烟草味。他低头看着我，眼中偏执的情绪不断翻腾，我忍不住颤抖起来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周晨没有说话，只是突然抓住我的肩膀。我痛呼出声：放开我，你弄疼我了。他仿佛没有听到我的声音，终于开口：木仪，跟我走。我拼命地挣扎着，却无济于事。见我不停反抗，周晨拿出一根针管，我来不及反应，突然觉得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在昏迷前，我只听到他说：木仪，跟我回家。在周晨的世界里，我始终感觉不到家的温暖。曾经，我以为周晨会给我一个遮蔽风雨的家，可他给我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。现在，周晨却告诉我，他要和我回家，多么讽刺啊！我回家后就会跟苏洛分手，我们还会和原来一样，我会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我醒来就听到了这句话，此时我感觉自己可以开口说话了，但四肢仍然无力。周晨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带给我的伤害还不够？我很害怕，声音明显带着哭腔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才缓缓开口道：木仪，我爱你，我不能失去你。我冷笑一声，只觉得周晨的话无比可笑。周晨，你爱的只有你自己，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，也没有爱过苏洛，你爱的人只有你自己。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，
他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不，我爱你，木仪，你只能是我的。”周晨，你真无耻！木仪，你只能是我的。周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，眼神固执而又狠毒。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周晨把我关在了我们原来的家里。苏洛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正坐在客厅里，焦急地想逃跑的办法。他看起来非常疲惫，短短半年，脸上就满是皱纹，肚子隆起来很高。他看到我，脸上露出虚伪的笑容。木仪姐，好久不见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苏洛一屁股坐在我对面，自顾自地说了起来：“木仪姐，我快要生了。”他说着，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脸上满是得意的神色。拜托国外的医生检查过了，是个男孩，是吗？那恭喜你们。我淡淡地说着。可是周晨不承认我这个妻子。苏洛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他恨恨地说：“他心里还是只有你，即使晚上和我睡在一起，他喊的也是你的名字。他现在不让我喊他老公，只让我叫他周先生。木仪姐，周晨为了找你，不惜一切代价，难道你就真的忍心忽视他？”我叹了口气：“苏洛，以往的恩怨我已经不想去追究了，你们的事情与我无关，我不想介入。”“不，你必须介入。”苏洛的眼神变得狂热起来。“只有你原谅我了，周晨才会重新重视我，或者只有你死了，周晨才会真正属于我。”我感到一阵恶寒，正想赶他走，没想到苏洛却突然情绪失控。他猛地站起来，把门反锁上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，径直朝我冲了过来。我急忙躲开，看着苏洛因为怨恨而扭曲在一起的面孔，心中一阵惊恐。“苏洛，你冷静一点，小心你的肚子，你还有孩子。你如果杀了我，周晨会恨你一辈子的，那他就永远都不会属于你了。他现在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脑，听不进我的任何话。”我用凳子猛砸门锁，可是苏洛拿着刀逼近我，我根本没法再次靠近门把手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响起了敲门声。“木仪，你在吗？我是沈少恒。”我精神一振，大声喊道：“我在这里，救我！”沈少恒听到我的声音后，开始疯狂地撞门。苏洛在听到沈少恒的声音后，变得更加疯狂。他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跑不掉的！”他加快脚步靠近我，我左躲右闪。他怀着身孕，我也不敢推他，怕一失手就一尸两命。门锁终于被沈少恒撞开了，他冲了进来，我急忙跑出去，拉着他的手不停地往前跑。不知道跑了多久，沈少恒才停下来。他转过身，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。“木仪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”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我嗅着他身上的气息，只觉得无比安心。我流着泪，紧紧地抱着他，不愿意松手。沈少恒告诉我，他去找我的时候，发现我不在家，调查后才知道是周晨把我带走了。他知道后就找了过来，还好我没受伤。周晨回到家，苏洛就开始质问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。随后苏洛情绪失控，竟然开始攻击周晨。这天下午，警察接到报案，郊外的一栋别墅里发生了一场命案，现场发现了2具尸体，其中1具是一名男性，他被利器刺腹部中失血过多而亡；还有1具尸体是一名孕妇，她身首异处，肚子里的孩子也不幸遇难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正躺在沙发吃水果上，沈少恒在一旁浏览新闻。闻言，我吃水果的手顿了一下，随即凑到了沈少恒怀里。沈少恒看着我，目光温柔如水。他说：“木仪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小男孩叫我爸爸。”我脸一红，
这个梦真准。沈少恒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兴奋地抱住了我。木仪，我爱你。番外沈少恒视角，我出生在一个商业世家，从记事起，每天都生活在充满算计和纷争的环境中，每天都是勾心斗角，没有一天安生日子。母亲去世的早，我从小就经历了家族的内斗，甚至一度陷入危机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是木仪救了我，她给了我帮助，让我燃起生活的希望。那时候，我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报答她。后来，我出国留学后回到了家族，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创办了公司，并且巩固了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，成为了说一不二的掌舵人。但我一直没有忘记木仪。可是他已经和周晨结婚了，我感到遗憾，但我也知道，我没有去资格干涉他的选择，更不可能去做他们感情的插足者。我开始在背后默默支持周晨，投资他的公司，帮助他的事业蒸蒸日上，只是希望他能好好对待木仪，让木仪幸福。可周晨却背叛了木仪，和木仪离婚了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十分的愤怒。周晨辜负木仪，也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。我找到木仪，决定不再隐藏自己的感情，直接向他表白。我沈少恒这辈子只爱木仪一人，至死不渝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